何必大动干戈？我来不过是有要事相商。你不去找他，他倒来找你了。你来是要抢魔心殿的吗？怎么可能？如今你我势均力敌，若是拼死相争，谁也落不着好。而且我想过了，我本就对你爱慕已久，如今正是我们共建业族、强强联合的好时机，所以我来是想来向你提亲的。什么？那么震惊干嘛？我可是很认真的。哼，你有什么资格提亲？你不怕我让你有来无回？我知道你们想要什么，可若是我有来无回，这寒木归元石和剑经圣地都会自毁。现在，我有资格谈判了吗？看来你已经考虑得很仔细了。那是自然。我拒绝。你有什么底气拒绝我？剑经就在他手里，我只要能拿到剑经，便可以开封神界杀了他。是我也拒绝。只有这么点好处怎么行啊？除非你先交出剑经，这样我们还能考虑考虑。你是因为他才拒绝我的？是这样的，我们之间连着一条复魂锁，只有我们两人一同用神剑方可展开。只要有他在，即便你们成婚了，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，我都得在旁边。这样还是有点尴尬的吧？所以是你想要？你放心，给我点时间，我会让叶晨渊同意的。我就给你3天时间，3天之后，他若是未来娶我，你们等着瞧。你想都别想。就3天，一言为定。等你好消息。解释你刚才的行为。解释什么？他长得好看，能力又强，又能帮你恢复功力，还能给我剑经，我想不到什么理由拒绝。白小野，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你弄疼我了！别说我与他人联姻共治，我更不可能被你这种人当做交换的条件。我这样的人，叶晨渊，你别忘了，你是我的仇人，我拿你当交换条件又如何？再说，是你跟我说，只有叶族有剑经，我才随你来的。我现在不杀你，也只是因为你救过我。我白小莹一向恩怨分明。只是这样。我也有一颗曾经希望，你没有杀害我娘，也不是那个随意取人性命的夜神。吵个架都分不开，烦死了！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这不是跟我吵架吵的吧？我只是尚未愈。那你还不赶快答应怀玉影？好了，我不说了，我们先去温泉，走。我先说好啊，我回春术练的一般，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他的灵魂破损竟然如此严重，这根本无法治愈啊！
这是叶族的珍品补药，你多少喂它吃一点。我喂它。你看煮成这样，肯定自己吃不了，得有人瞧了用嘴喂下去。你不喂，难道我喂啊？我喂就算了吧。啊！怎么还没喂完？将声拨弄情歌。我只是在喂你吃药，你别误会，我没有要干什么。那你倒是喂完。你都醒了，你自己吃。白小莹，干嘛？你知道吗？你让我去花雨野，我很难过。其实，花雨野也没那么差吧？是真不明白吗？我也不是，我是想拿回剑清。你要剑清，我可以帮你。此事，你以后不许再提。你眼眸中混成烟火，不让心和偏偏选择你。华云给的3天时间就要到了，怎么办？你知道吗？你让我去花雨野，我很难过。不行，白小莹，他发病昏迷，头脑不清醒，你得清醒。不该有的念头要趁早断。对不住了。他怎么了？这你还问？他重伤未愈，你不知道？料着叶晨渊威风一世，没想到竟被自己最相信的人亲手送到我的床榻上来。好，叶晨渊，你是我的。等等，你得先把剑经给我。待我展开复魂锁后，人才是你的。行，但你得先让我好好看看。白小莹，你竟敢骗我！我没有。交出寒木归元石，否则你就死定了。我早就说过，我早已施了术法，若我没命，寒木归元石和剑剑圣地都会自我。那我就留你条命，我自己拿。
花月影不服。20年前，你来夜族，带我们攻上仙门，夺取剑经，然后你就闭关修炼了20年。这20年来，都是我和焦土在打理夜族。如今，你连功力也只剩1成，根本不配封你为夜神。等等，你说他闭关20年，那10年前，他也在夜族闭关吗？放肆！焦土，这20年以来，是我们在对夜族劳心劳力。他如今功力尽毁，你还要听他的吗？因为他是夜神，焦土只尊夜神。他可未必是真正的夜神，怎么可能轻易被伤害至此？我们夜族的宝物剑魔印，可见真正的夜族之神。不妨请他出来见一见，看看这叶晨渊是否为真正的夜神。
我主人头上了。这欲拒还迎的样子，就是你们仙门中人的做派。虽然我不知道你与叶晨渊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九重霄才是你的家，跟我回去吧。师尊，我知道你关心我，可当日在仙门，无一人相信我。若我回去，他们定然不会放过我的。这个你放心，拿你祭剑是几位长老擅自决定的事情。他们私自使用禁术，已然触犯了天规。我已找到证据，定会在仙主面前还你一个公道。可是，小叶，我相信你，但你手中神剑乃是仙门之物，你若一直被九重霄通缉，如何才能报仇？回去借仙门之力，才能助你斩杀叶神。你相信我，师尊一定会在九重霄给你一个立足之地。白小莹，你这个叛徒，还不跪下！云阳，你也要背叛九重霄吗？决战之日的事情还有颇多疑点，在事情水落石出之前，
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。云雅，我从未见过你如此失态。你既已将白小樱带回九重霄，又为何要袒护她呢？先主明鉴，此事起因乃白小樱困于阵法中而爆发。此阵法是禁术，谁知道是否会令人走火入魔？你有何证据证明那阵法乃是禁术？我查阅过上古卷宗，有此禁术记载。原来那天是有人对小樱使了禁术。小樱到底是不是叛徒？不会的，我相信小樱。师尊，你有没有想过，白小樱之前资质平平，可试炼大会后却功力大增，她定是妖邪。长老们用妖邪祭剑，有何不可？再说了，她那日给你下毒，可见包藏祸心。她这样恶劣的人，你难道还要维护她吗？说她是妖邪，证据何在？至于我，是那日我自己吃错了东西，与小樱无关。师尊，你竟如此维护她，莫不是对她有了爱慕之心？她一个洒扫杂役，却也是云秀阁的弟子，如此，怕是有违纲常吧？这怎么可能？小樱不可能的。无妨，交给我。我的确有私心。我对我门下的每一名弟子都有同样的爱护之心。如今我的徒儿遭到了不公，我自然要替他讨回公道，不然我就枉做了他的师尊。禁术之事是本尊授意的，他体内之力并非正道，我又岂能将仙门神剑交在他手里呢？云崖敢以性命相保，小樱绝非夜族之人。云雅，本尊从未见过你如此咄咄逼人，可见此女对你的影响不容小觑。我又如何能信你不是受她的蛊惑呢？云崖无意顶撞仙主，只是确实没有证据证明她是妖邪。你又有何证据证明她不是呢？仙主，若我没记错，仙门有一碎灵阵，专门炼化夜族俘虏的身体和灵魂，让他们永世不得超生。若是常人进入，只有噬心之痛；若是夜族中人，则灰飞烟灭。仙主若不信，小樱可前往碎灵阵，自证清白。此法太过残忍，小樱，你不必如此。师尊放心，小樱现在十分确定，我体内并非夜神之力，因为叶辰元根本不是夜神。众仙，开启碎灵阵。慢着！小樱此次前去，若是证明了她的清白，该如何？你要如何？若是能够证明小樱的清白，她便是堂堂正正迎娶神剑，理应尊她为执剑人。本尊可以答应，只要她能走出碎灵阵，就是我九重霄执剑人。真的要撑不住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小樱，
可能，他竟然没死。谢灵真已给出了答案，我并非夜族之人，体内并无夜神之力。如何？看来是本尊错了。既然是我们误会了白小莹，理当还她执剑人之位。白小莹，从此以后，铲除夜神、拯救三界的重任，就交由你了。多谢仙主。小莹，在想什么呢？师尊，多谢师尊亲力相助，帮我洗清冤屈。以后我在三界中也有个堂堂正正的身份了。你是我的弟子，帮你洗清冤屈也是我应当做的。只不过此次进入碎灵阵太过冒险，之后万不可任性而为。我当时只是不想师尊为难。还有一件事，我想要提醒你：不管你和叶辰渊有何渊源，战神的职责便是斩杀夜神，对抗夜族。你可明白？我明白的，师尊。我知道我应该做什么。做什么？你果然做了执剑人。九重霄如此待你，你还愿意回来守护他？
我该说你是宽宏大量，还是利欲熏心，亦或者情之所至？叶晨元，你来就是为了说这些吗？看来我猜对了，你才离开叶族多久，便和你的师尊勾搭在一起。师徒有伦，九重霄竟如此放肆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是啊，我师尊护我敬我，帮我洗清冤屈，还我执剑人身份，他就是这世上最好的男子，那要与你何干？走。休想带走小英！就凭你！师尊，跟我走。小英，放开我！这就是你连剑经都不要，非要离开的原因吗？叶晨元，你是不是忘了，当初我怎么低声下气求你不要娶花玉影，你是怎么说的？现在你又改变主意，与我何干？那你现在不想要剑经了吗？我当然要。小英，师尊，你小英，你为何要替叶族求情？师尊，你误会了，他并非是来开战，他是来帮我们拿回剑经的。剑经是为了使神剑开封，斩杀叶神，他为何要帮你找剑经？师尊，此事我稍后再详细告诉你，但是请你相信我，他此行绝无恶意。我们的账之后一定算清。今日的会谈不适合在九重霄，我作为人族的见证人，选择在人界这里进行。叶晨元代表叶族，师尊则代表九重霄。剑经在何处？还在叶族花雨影那里。小英说你并非叶神，果然，叶神怎么会输给自己的手下？你不也输给自己的徒弟了吗？还想要杀了徒弟？若不是因为你，他又怎会当叛徒？若不是因为我，他今日还能活生生的坐在你面前吗？师尊，那些旧事不提也罢。如今最好的办法便是借助师尊的力量，这样，花玉莹便不再是我们的对手。叶晨渊借机夺回叶族，我们则拿回剑经。小英，我不是不信你，我是不信他。还不如我直接带着九重霄攻入叶族，夺取剑经。就凭你，还没进叶族就身首异处。你什么意思？师尊，若是你不信，可以拿真意水试一试。
叶晨渊，若是我们助你扳倒花雨影，你是否会将剑晶交给我们？是。师尊，你来。你夺剑晶是为了小莹吗？师尊，这种是。你是不是喜欢小莹？你是不是喜欢小莹？是。我没什么好问了，就按计划行事。我去召集人手。好。你倒是问够了，接下来该我问了。叶晨渊，你不要！你是不是也喜欢白小莹？是。好，如此甚好。既然大家都说得一清二楚，也不必藏着掖着。叶晨渊，你刚刚为什么这么问师尊？我倒要问问你，在九重霄的时候，一口一个师尊，我当然要知道你敬爱的师尊对你是什么感觉。他那是……算了，与你说不明白。
过问。那你可知，夜神之力每300年苏醒一次，皆是随着容器降生世间。叶晨渊不是夜神本身，他是夜神容器。夜神容器。此事还要从1500年前的往事说起呀。这画像中人乃是神女西武，我与她还有祭白帝君同为仙友。1500年前，叶族为抢占我仙门增进修为的圣权，发动了一场对仙门的战争。在我与祭白帝君殊死抵抗之下，叶族节节败退。正当我要将这群妖孽铲除之时，叶族之王内心的愤怒、记恨爆发到了极致，成了无人能敌的夜神。叶族在夜神的带领下强占人界，生灵涂炭。为保仙门圣权，刚刚诞下女婴的神女西无使用了仙门禁术，将夜神封印于至纯至净的灵魂。诸天归位，以我之灵，天地为鉴，封！原来事情是这样，可封印夜神的容器是个女婴，并非男孩。那证明叶晨渊绝不可能是夜神。那个孩子早已不在世间了。这1500年，夜神已经复活了5次。因此，叶晨渊到底是不是新的容器，不能仅凭你一时之差，因为人人都看得到，他所驱使的力量的确是夜神之力。如果他不是夜神，那就更需要尽快查明事情的原委。小莹明白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师尊，与仙主聊得如何？我终于知道了一些关于夜神的事情。我现在可以十分确定，叶晨渊绝非夜神，也并非杀害我母亲的人。我需要找到真正的夜神，替我母亲报仇，也算完成作为执剑人的使命。小英，有些话我早就想和你说了。就算他不是夜神，不是杀你母亲的人，但他也是夜族中人。这么多年，夜族为祸三界，惨死无辜的人数不胜数。况且叶晨渊20年前就到了夜族，那么10年前的惨案便是在他统领时期发生。即使你不确定当天遇到的人是不是他，但他依然有责任。好了，别的话我不再多说了。你好好想一想。我和他之间到底要怎么办？当真无解吗？你怎么来了？喜欢吗？我有话要问你。该问的你都问了。
你根本不是夜神，也不是杀害我娘的凶手，对不对？看，有幸运。别岔开话题。过来，先陪我坐一会儿，好吗？我很开心。啊？我在这里坐了1000多年，你能坐在我旁边，我很开心。你今天怪怪的。萤火虫？这不会也是你变的吧？不是。